嗨，大家好，我是 Steven。嗨，我是季芳。今天我们的浪漫散步 Q&A， 我们换环境，现在到附近的学校的操场。我们要讨论什么话题呢？如何帮助孩子成为一个很好的沟通者 ？Yes，OK，我们开始散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消息。现在有了曼森茶，你可以享受一个健康美味的宁静时刻，或是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团圆的快乐时光。曼森茶叶现在就可以开始预购了。一开始我们将提供5种茶，包括蜜香红茶、金萱茶、乌龙茶、包种茶，没有咖啡因的，小油脂。好，我们先讨论为什么 EQ 孩子的沟通能力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学校还是在外面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可是在一个职场还是家庭、婚姻里面，很重要的是沟通的部分。对，那沟通能力很好的人，自然的就会比较容易被升迁，还是婚姻家庭会比较容易很健康。对，像我们夫妻要常常沟通，对不对？哦，对。要是不会沟通，常常吵架。对。要是常常压抑不讲，然后到一阵子就爆炸那种，就会比较危险。是的，对，很好的沟通的能力会帮助你在婚姻还是任何的关系，还是你的工作的环境等等，所以孩子一定要学习这个好的沟通的技巧。不过问题是，大部分的小孩没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练习他们的沟通能力。那顶多就是跟同年龄的小孩子一起聊天，然后如果你注意听听看孩子跟同学讲的话，应该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沟通的那个环境。家庭是主要孩子学习沟通的地方。对。那孩子透过跟爸妈有很深的沟通，还是表达的方法，就可以学习怎么跟外面的人表达。对。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比较是我们自己家庭教导孩子的一些小小的细节。Yes，Go Go Go。Good job。所以我们最小的小孩，我们有教他，一旦会开始讲话之后，他就会开始说不要。那一般的社会，比如说我跟你中间，我比较，如果你 offer 我，你请我问我要不要喝水，还是问我要不要什么东西，我如果不用的话，我就会说不用，谢谢。那我们家的小孩，当我问他说你饿不饿，你要不要吃饭，我们的小孩就会说不用，谢谢。他们不会直接跟我说不要。对，因为很多的家庭的小孩会直接跟爸妈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其实老实说，你要是长大一点，直接说不要有点没有礼貌。Right。对，至少我在我的环境当中，我认识的朋友，如果我问他要不要东西，他不会跟我说不要，这样子。Yes。同一个点上面，我觉得反过来就是同时不会让小孩子直接跟我们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对不对？对，都是要问。所以我们的小孩，我就会问他你要怎么问，他就会说请问我可以喝水吗？请问等一下可以吃饭了吗？如果他饿了，他不会说我很饿，他就说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对，还是妈妈我可以喝水吗？就是我们的家庭的标准是要用一个问题，而不是直接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觉得有点幼稚，我觉得不够客气。特别是孩子要跟爸爸妈妈，如果他们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最好是用问的，而不是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我要这个，你就是要给我，所以要问妈妈，我可以喝水吗？我可以这个吗？因为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真的太忙了，还是现在不适合，所以用问题的方法来表达是最好的。对，这个是对于我们的刚刚学会讲话的小孩，还是学龄前的小孩，常常我在提醒他们的，我就要说你要怎么问。他们说他们要出去玩，还是要玩乐高，还是要玩什么？他就会说我要这个，我就要说你要怎么问，他就会说，请问我可以玩乐高吗？这样子。Yes。好，那假设我们在聊天，然后孩子要跟我们沟通，要跟我们问一个问题，他们要喝水还是吃东西？不过我们现在在讲话，我们会教他们怎么问。如果我们现在在讲话，所以如果我们在讲话，然后小孩走过来，
他们会站在旁边，把手放在爸爸的肩膀上，可是不能发声音，不能一直拍，不能这样子。他们就是要把手放在这边，然后等到我发现他们在我旁边，也许如果我还在讲话当中，我不要切断我的话题，我可能会压一下，就是表达我知道他要问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没有讲完，所以先等一下，我压一下，手放下来，然后他就安静的等哦。然后我讲完了之后，我会转头问他们，哎，什么事？请问我可以去上厕所吗？可以，yes， 类似这样子。所以孩子不要讲不要，还是我要。然后爸爸妈妈在聊天，还是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不要插嘴，不要打断别人的话题，因为这个是没有礼貌的。对，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小的小孩要然后尽量不要让小孩从很远的地方叫妈妈、妈妈还是爸爸，好像他们在叫狗一样，你就要赶快跑过来说什么事？ Yeah. 好像爸妈变小孩的狗。其实有点这样子，因为很多妈妈有点照顾学龄前的小孩照顾得很累，对，原因就是因为常常小孩掌控了妈妈，就是使唤妈妈好像女仆一样， Right. 然后第二就是使唤她，叫她呼风唤雨，就是好像在叫狗一样。right，所以那个像我们家很多小孩，那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要讲话的话，直接来到我的面前，看着我的眼睛在讲。对，所以尽量不要从很远的房间就一直喊妈妈妈妈，然后我就会常常听到妈妈会很紧张。对，那他们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还是跟别人讲话，我们也是有一些简单的原则，比如说讲话要看对方的眼睛，对不对？对。那我知道这个对很多，特别是在台湾的人来说是有点不自在，有可能因为小的时候看长辈的眼睛都是你在被骂的时候，还是被管教，还是老师很凶着跟你讲话，才会看着眼睛。所以我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很多人会不习惯看眼睛。不过在家里，也许你们可以建立一个很健康的沟通的文化，就是看彼此的眼睛，笑嘻嘻的。讲夸奖的话的时候看眼睛，然后不是每次都是责备的时候才看眼睛。对，所以那个眼神要注意，特别是爸爸妈妈。如果跟孩子讲话，要笑嘻嘻的跟孩子讲话，然后看着他们眼睛。如果他们跟你沟通，你发现他们在看着别的地方在跟你讲话，你要叫他们看着眼睛，还是你要他们跟别人说谢谢的时候，要跟他们说看着眼睛说谢谢，这样子一直提醒，一直到它变成一个习惯。对，这些东西其实可能不只是小孩要学，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自己也要学。有人给我们东西，你就看着他眼睛说谢谢啊。我们会的东西，我们的小孩就会。Yes. 那他们在学习，我觉得我们在当父母的时候也是边做边学。Yes. 所以，对我们也是学来，否则就会发现，我小孩最近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发现原来我讲话就是这样。Yeah. 所以。还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如果他们看眼睛不知道要看哪一颗眼睛，叫他们说，每次看人家看他们左手边的眼睛。我平常一个习惯就是看人的左眼，就是他们的右眼，那是我的习惯。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我有时候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就是反正可以练习在家里，然后让孩子练习看着你的眼睛讲话。在家里先练习，不然在外面可能会很紧张呀。然后他们看着眼睛说谢谢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鼓励他们说，很好，很棒，你这样子很有礼貌，人家会很喜欢看到你这么可爱的小孩很有礼貌。So 看着眼睛讲话，不要尖叫，不要喊来喊去。如果孩子要一个东西在跟你闹，很吵闹的方法，用闹的方法，我们家庭的标准就是他不会得到他现在要得到的东西。为什么呢？这样会不会太残忍了？其实不会，因为你是在训练他说，你用这种情绪还是态度跟别人沟通，你一定不会得到你要的东西。对，所以就以后会知道，我用这个方法来跟别人沟通是没有效的。
对，我在外面常常会听到小孩会说：“我要喝水啦，给我，还是不要？”那种讲话的口气。Yeah，我觉得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 ，OK， 他就是这样讲。可是你们有选择可以教他们说不要这样子讲话，就问说：“请问我可以喝水吗？还是你可以不要抱我吗？”语言都是父母在教的，所以你可以教他问。你们父母会设立家庭的那个沟通的那个标准，所以如果父母也常常彼此还是跟孩子讲话还是很情绪化的，不要这样子啦，还是什么，他们就是孩子会很自然的学习。要记得，就算你没有很直接的在教他们，孩子会吸收，还是会学习你沟通的方法，Yeah，模式。你也需要常常跟孩子道歉，说对不起，刚刚我跟你讲话没有耐心我应该是要这样子跟你讲话，麻烦你把玩具收起来，赶快。对，没错，不是说我不是已经跟你讲把玩具收起来了吗？你怎么还没有收？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就一直念一直念。如果父母失控了，也要道歉，就说我刚刚讲话的口气跟态度是不对的。对，就算你所讲的内容是对的，应该要讲的，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会用情绪有点操控 manipulate 小孩子，会让他们的心里面很不舒服。好，我换手一下。所以现在直接讲到人际关系方面好了，比如说我们会去教会，还是我们孩子会看到阿公阿嬷还是阿姨们。我跟女孩子中间有的时候会说，哦好，我们来上一个课，比如说明天礼拜天我们要去阿公阿嬷家。那进到阿公阿嬷家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说嗨，然后我发现了这个，我就会回家要教说，你们到阿公阿嬷家的时候，你们要说阿公好还是阿嬷好，称呼对不对？对，要直接称呼他们，你知道的他们的名称。对。那我会跟小孩说，好，假装我是杨叔叔好了，我就走进来，然后他们要主动的说，哦，杨叔叔你好， Yes， 这样子。还是 Uncle Yang 也可以。对对对，哦，还是吴叔叔好了，他们 Yeah， 然后他们就要练习，就要跟我说，哎，吴叔叔你好，我就说，哦，你好你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年代失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礼貌，跟别人打招呼。其实如果你到任何的地方看到很小的小朋友，看到你进一个房间还是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就看着你眼睛就跑过来称呼你，讲你的名字，然后很有礼貌，其实那个会让你很喜乐，很高兴。没有错。透过教导小孩人怎么打招呼，而且是称呼人的名号的打招呼，可以让周围的大人感觉很被尊重。这个一定要教。对，要教，而且还可以练习一下。你是黄牧师，然后他们就要说站起来，然后走进房子，就说啊，黄牧师你好。Yes。对。圣经有一个经文，就是说老人进房间、房子，小的站起来，也是一种礼貌。所以这个就是沟通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方法，就是要称呼别人。Olivia，keep going, babe. Woohoo！ 他在放风筝骑脚踏车。哦，加油！鸟在起来了。哇，好厉害！接下来第一个是打招呼，第一步你的小孩会了之后，我们就要教他们怎么对话。像我们的宜兰的牧师师母就说，人的对话好像在玩丢球一样。当我丢给你一颗球之后，你要丢回来，我们才能够一起玩。所以人的对话，当我说，比如说黄牧师你好，然后那个牧师也说你好，之后我就可以再问几个问题，就可以继续这个对话。对。所以平常我们去宜兰的教会，我们会一到那边就会跟孩子在车上说，等一下你在教会要去问别人3个问题，对不对？对，去问候3个人，然后各问3个问题。最常我们孩子会问别人哪些问题？不认识的人，他就会说：“你好，请问要怎么称呼你？”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哦，我叫做 Kevin。”然后他们就要说 ：“Kevin 叔叔好。” Right。And then 就要开始问问题了，他就会说：“请问你昨天有睡好吗？”这好像这是我们小孩会问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会问最近有没有开心的事，还是去哪里玩。如果要再难一点，你可以教你的比较大的孩子
问问题之后，等到对方给答案，可以再问更深的，比如说他最近有去哪里玩，那他们可以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哦你在那里有做什么呢？还是你跟谁去？还是你在那边玩得开心吗？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就是延伸。那我觉得小孩子通常在学校比较不会跟同侪的同学有这样的对话，所以可以跟爸妈。对，我们也有在家里跟小孩练习一些对话，比如说他们会说：“你有睡好吗？”然后我就会回答说：“哦，我昨天睡得超不好的，喝太多水，起来上厕所2次，然后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很尴尬，然后他们就会哈哈哈哈。所以要叫他们说：“哦，辛苦你了。”有的时候我们要回答一些别人有的时候会出乎意料的，因为不只是客气话，就说哦我都睡得很好。有些人会说哦我去澎湖玩啊，超好玩的，然后他们就要再延伸一直问下去。那他们如果卡住的话，我就要教他们说，你可以问你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啊，有没有很热，你的房间舒服吗？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可以陪孩子去问别人一些问题，而不是就送他自己去，因为有时候他会卡住在那里，就会很害怕。可能会很 emotional damage， 会非常的就是害怕，所以你就先陪他去，然后帮助他问下一个问题，最后就可以鼓励他 high five 一下。对，在家里我们可以做的是跟他们练习。Yes。有的时候请我的老2当教会的婆婆，然后叫我的老6跟他聊天，然后我们大家就在那里听。如果家里就1、2个小孩，你们也可以玩角色扮演。可是要练习怎么关心别人的对话。Yes。那另外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因为大部分的小孩子关在教室里面，都是跟同年龄的小孩在一起，所以很少有机会跟年长还是年纪比较小的人有互动。如果周末假设你去教会，还是有一些活动，可以鼓励你的孩子跟比他们小还是跟他们比他们大的人有互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其实除了你在就学的这10几年，大部分都是同年龄，可是，一旦你出社会了以后的职场上，都是各个不同年龄的，然后进入家庭，还是你的小孩的同学，都是不同年龄的，所以学习让他们可以跟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互动很重要。也许你们在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可以请你们的孩子，比如说带客人的孩子玩游戏，让你的孩子比较大的可以念故事给小的听，等等，就是带比较小的。你们带全家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在餐厅，你要孩子去结账还是电话来的时候，家里的电话响了，如果你在旁边，你可以教孩子去接电话。那你可以讲到这个点一下吗？所以我有教小孩怎么接电话，然后我们的说法是，他们接起来要说：“喂，你好，我是宋德龄，请问你找哪一位？”所以他们要先报上名，然后再说：“请问你找哪一位？”他们不是说：“喂，干嘛？”很多人我打电话就说：“喂，干嘛？你找谁？”对，所以他们要说：“喂，你好，我是宋恩妮，请问你找哪一位？”对，喂，你好，我是宋乔恩，请问你找哪一位？对，然后他就说：“哦，请问你妈妈在吗？”那他们就要回答说：“哦，好，请等一下哦。”他们要说：“请等一下。” Yes。所以这个是讲电话的 SOP。Yes。然后我会打电话回家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讲的话，我就说：“好，你挂掉，我再重新打一次。” Right。虽然要再重新再付一次费用，不过那就是 how serious， 这是礼貌。就是你打电话回家，孩子接了之后，如果你问谁在吗？如果他们回答说在，之后你要叫他们好，这个之后你要跑去叫那个人过来接电话。有的时候他们会说哦在，然后继续待在那边没有再动。整个过程要教他们怎么做，对，也不是说哦在啊，然后就挂掉电话。对，所以在，然后说请等一下，然后放旁边。Yes。对，好 ，Great。所以这个是电话礼貌。等一下还有最后一个原则吗？对，最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教导我们全部的小孩，就是当你出去的时候，圣经上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那其实我跟他们解释意思就是，你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那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你们出去的时候就要学习怎么主动的关心别人、问候别人，然后主动的邀请别人玩。然后如果有人心情不好，在旁边就是被 left out、被冷落在旁边的话，我们的小孩有被教说，你们要去邀请那些被冷落的人进来跟大家一起玩。Yeah， 这个是 love your neighbor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你看到有人很孤单，没有人在关心他们，你可以鼓励孩子要跨出他们的舒适区、舒适圈，去关心那些比较孤单的人。他们这样子之后也会很开心，会觉得说，哦，今天我有爱那些需要被爱的人。对。然后主动的去关心，就算是同侪，我的老大老二进到一些场合，就是很青少年都坐在那里很害羞，不敢就不讲话，还是有人在滑手机，然后我就鼓励他们说，你们主动去跟人家聊天，然后主动关心他们好不好，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很多，其实是讲到这些会怎么帮助孩子在他们的关系上面成长。不过另外一个也很实际的方面，就是孩子越会沟通，假设以后他们要当老板，还是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他们会老板会发现，这个人他很能干，很厉害，对，就算他不懂，他愿意去问怎么做，然后会得到答案，所以这个人是更有价值的。对，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些原则，是我们自己家庭的一些习惯，我们家庭的文化。也许在你们的家庭的情况里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过也许你们有一些很好的 ideas， 也请你在下面留言的地方分享一下，怎么帮助孩子加强还是改善他们的沟通能力。我们教 Give me a hug。那我们教的这些原则，其实就是我们因为有7个小孩，所以我们尽量每个都要教到。那可是我们都不完美，孩子也不完美，所以我们就是继续的教到他们会为止。然后如果做不好，就继续努力。Yes， 我们真的很不完美。我们跟你们分享这些东西是为了希望可以鼓励你们，不是说我们多么的厉害。要分享就是为了鼓励，给一些灵感而已。然后如果有一些点子你们可以来使用，那就感谢神。如果觉得有更多更好的提醒，也许你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谢谢你们收看，我是老爸爸 Steven， 我是季芳，是我们的亲爱的老幺 Sophia。上帝祝福你身体健康，心里面平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 Thank you for the sun, thank you for the moon, thank you for the stars at night and the darkness too. Bless you for your peace, bless you for your grace, bless you for your perfect love and your perfect ways. And all shall be well, all shall be well. All manner of things shall be